英国为了阻止中国收回香港，准备了48枚核弹威胁中国，并要美国也准备核弹，一起针对中国。美国立刻表态支持英国的行动。这场针对中国的核威胁结局如何？1958年，一个核军事基地在新加坡的丁加机场悄然建立。英国方面打算将国内的48枚原子弹存放在这里，并且时刻准备着接下来的核打击计划。早在2年前的1956年，英国人就将国内首次核打击目标设置成刚成立没多久的新中国。因为当时冷战的两极格局已经形成，新中国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一员，又刚刚在朝鲜战场上打败美国，英国担心新中国会盯上其在东南亚的殖民地缅甸。如果中国在东南亚地区开战，英国将会立刻使用核武器攻击中国。就在丁加机场修建好之后的1年，英国方面又开始担心香港会被新中国武力收回。英国深知自己在陆地之上绝对不是解放军的对手，于是此前的核打击计划又再次提上了日程。一切准备工作做好之后，英国方面以为本国在香港及东南亚地区的利益将不会受到侵犯时，又开始担心自己的实力还不足以应对战争。毕竟日不落帝国已经成为了历史，因此英国找到了资本主义阵营的老大哥美国，两国就核打击中国的计划进行了详细的讨论。美国刚刚在朝鲜战场经历大败，正想办法找个突破口制裁中国，此时头号小弟英国又找上门，于是两国一拍即合的商量核打击计划。1961年3月，英国派出了曾经的印度总督蒙巴顿参谋长与美国太平洋司令部的菲尔特上将进行会谈，商量两国合作实施核打击计划的细节。蒙巴顿表示，英国通过常规的战争手段没有办法保卫香港，因此如果中国武力收复香港，本国将会使用核武器攻击中国。同时希望美国方面能够就这个问题和英国达成一致，在必要的时候一同行动，使用核武器打击中国。美国方面正有此意，于是两国一拍即合。菲尔特表示，如果中国武力收复香港，美国也会对中国实施核打击。英国得到了美国的肯定之后十分激动，他们觉得有了美国的加入，香港必定就是自己的囊中物，中国没有办法武力收复香港。但其实当时中国并没有入侵东南亚的想法，更没有要武力收复香港的行动，这一切都不过是英国的被害妄想症发作罢了。1962年，英国将国内的红胡子原子弹运送到了丁加机场，随后配套的装载轰炸机也随之而来。等到万事俱备之后，英国方面就开始不断在丁加机场模拟原子弹投放演习。不仅如此，英国方面还不断扩大军事基地的修建，在马来西亚的多个机场都配备了相应的核武器设施。同时，英国方面还派出了专门携带核武器的航母，频繁在东南亚的海域巡逻，甚至打算将核潜艇也投放到东南亚区域。但是，英国此举却引起了东南亚当地人民的抗议。因为一系列的行动全部都没有告知新加坡政府，英国自作主张的将核武器全部运到了当地。英国方面也没有想过自己的举动会招致多方的不满，就连自己派去的新加坡总督都有意见。无奈之下，英国也只能够改为暗中演习的方式，继续进行核武器打击计划。在中国没有任何行动的时候，英国就大费周章的筹备核武器打击计划，这种挑动战争的行为也引起了国际社会的不满。不过英国方面却继续我行我素，坚持用该计划保护自己在东南亚及香港的利益。其实英国方面的神经如此紧张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当时的香港是一棵巨大的摇钱树，为英国创造了巨大的利益。英国为了永久留下香港，准备了48枚核弹威胁中国，并要美国也准备核弹一起针对中国。这场针对中国的核威胁结局如何？早在上世纪50、60年代，香港就已经是英帝国主义的聚宝盆。当时的香港有着极佳的港口位置，同时亚洲有着巨大的消费市场，英国的工业品大量投放到香港后再流通至其他亚洲国家，因此其商业贸易极其发达。良好的发展势头也吸引了众多企业前来投资，很多英国企业都选择在香港扎根，同时为香港带来了巨大的资本。除了经济原因以外，政治因素也是一个重要的考量。二战之后，英国的殖民体系全面崩溃，大量的殖民地纷纷独立。香港是英国手中为数不多的殖民地，牢牢掌握香港也成了日落帝国的最后一块遮羞布。因此在1959年7月，香港内阁大臣就曾经向首相麦克米伦建议，香港对于英国有着极其重要的政治意义，无论如何都不能够放手。当时英国害怕的正是旁边刚刚成立的新中国，因为香港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英国是通过不平等条约强行侵占的。毛主席当时提出3大外交方针中，其中一条就是另起炉灶，不承认帝国主义在华的一切特权，加上朝鲜战争的胜利展示了我国强大的实力，这些都让远在西欧的英国颤颤发抖。英国将香港视为囊中物，对于站在正义一方的新中国怀有很大的敌意。
当时正值冷战对抗时期，新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关系十分紧张，英国担心新中国会用强硬的手段武力收回香港。英国名将蒙哥马利曾说过，任何陆军想要和解放军对战，必然会失败。这也反映了当时英国对于新中国的恐惧。尽管当时我国并没有提出要武力收回香港。既然陆军打不过，那就使用核武器。英国是继美苏之后第3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二战尾声时，全世界都见识过原子弹的威力，所以英国打算用核威胁的方式，让当时还没有原子弹的中国屈服。当时英国政府明确表态，如果中国真的用武力收回香港，那么他们就会果断使用核武器对抗。早在英国刚刚研制核武器的时候，就已经明确表示，核武器就是要用来维护自身利益的。要是其他国家侵占了英国的利益，必要的时候他们就会使用核武器。1961年2月22日，英国外交大臣在给首相的信中提到了核武器打击计划，这也彻底坐实了英国试图用核武器威胁中国的想法。此前，英国就因为害怕中国染指东南亚，打算在亚洲建立核武军事基地，现在更加强化了这个思想。1个月之后，英国政府内部就正式通过了这一决议。由于从英国本土直接运输核武器到亚洲的想法不现实，于是英国方面就打算在亚洲地区建立军事基地，为核武打击计划做准备。所以他们就在新加坡建立了军事基地。最开始的时候，英国仅仅在马尔代夫的港岛建立起了军事基地，后来为了扩大打击范围，又在新加坡扩建了丁加机场。在一切筹备事务落实了之后，英国又获得了美国的支持，对于核打击计划的实施更加有信心了。一开始，英国计划部署48枚核弹头在东南亚，但由于该项计划在当地引起了强烈的抗议，于是就只部署了6架原子弹轰炸机。英国原本打算继续追加投入，可是当地人民的抗议导致了计划的推迟，结果这一推迟就让英国的计划彻底告吹了。因为在1962年的时候发生了一件险些毁灭世界的大事件。英国在上世纪60年代为了阻止中国收回香港，曾准备了48枚核弹威胁中国，并要美国一起针对中国。结果如何？他们的威胁成功了吗？1962年，震惊世界的古巴导弹危机在美苏对抗的背景下爆发。事情的起因是在1959年的时候，美国先在意大利和土耳其部署了众多导弹，兵锋直指苏联。苏联看到美国将导弹对准了自己的后院，立刻就坐不住了，随后就做出了有力的回击。同样在美国的后花园古巴也部署导弹。此时的英国虽然在部署核打击计划，但是看着美苏两国剑拔弩张，心想两个真的打起来了，自己也好不到哪里去，到时别说是香港了，英国都不知道还存不存在。于是这位资本主义阵营的2把手就开始出面调和双方的矛盾。英国首相不断表示，只要苏联愿意将导弹撤出古巴，什么都能答应。最终美苏两国见效果达到了，就开始罢兵言和。虽然古巴导弹危机顺利解除，但是世界人民对于核武器的恐惧却更胜从前。世界人民开始抗拒核武器的使用，国际上禁核的呼声也越来越高。被英国部署了核武器的新加坡也开始反抗英国的行为。英国此后还运了不少核武器到新加坡，这更加激起了当地民众的反抗。英国本就已经在古巴导弹危机当中被吓破了胆，现在又遇到了新加坡人民的反对，这下英国的核武器打击计划就更加难以实施了。而且英国本身也很担心会擦枪走火，虽然美苏没有点燃核武大战，但是自己这样做很可能会在无意中点燃这把毁灭世界的大火。想到这里，英国开始打退堂鼓了，核武的计划也开始慢慢的被搁置了下来。英国此举不仅没有达到自己预期的目标，反而打了自己一巴掌。英国的这一次行动让本来就已经不满英国殖民统治的东南亚人民更加渴望早日脱离英国。二战后，很多民族都已经觉醒，摆脱殖民统治也成了时代的潮流。这样一来，英国在东南亚的殖民统治就遭到了严重的动摇。1963年，新加坡宣布加入马来西亚，这一决定也间接宣告了英国在东南亚殖民统治的失败。英国现在连自己的小弟都看不住了，谈何实施核打击计划？不过真正让这项计划宣告终结，还是在第2年的中国。1964年，随着罗布泊的一朵蘑菇云缓缓升起，中国的第1颗原子弹宣布试爆成功，中国成为了第5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这下英国的核武威胁将荡然无存。中国在拥有核武器之后，主动提出我国不会率先使用核武器，同时推动了世界禁核运动的发展。英国不仅没有了科技优势，同时还失去了国际舆论的支持，核武打击计划彻底报销。英国想要永远拥有香港的美梦很快就要醒了，因为1997年7月1日，离开祖国近100年的香港回到了祖国的怀抱。我国是一个热爱和平的国家，我们不挑事也不怕事。面对帝国主义的核威胁时，我们选择用实际行动回击。
经过我国科研人员不懈的努力，我们也成功研制出了核武器，不再惧怕帝国主义的威胁。我国积极推动禁核运动的发展，也展现了一个大国应有的担当。英国妄图用武力来维持自身的不正义权益，最终只会以失败告终。欧盟，这个世界上最复杂的政治经济联盟，已经走过了70多个年头。从最初的煤钢共同体到如今涵盖27个成员国的庞大体系，欧盟本应成为全球一体化的典范。然而现实却是内部矛盾层出不穷，从经济政策到外交立场，再到移民问题，成员国之间的争吵从未停歇。法德互相掣肘，东欧国家与西欧国家分歧加剧，意大利、西班牙时不时又闹别扭。欧盟这个曾被寄予厚望的超级国家，为何依然在内耗中徘徊？1945年，二战结束，欧洲满目疮痍，曾经的世界中心此刻已不复昔日辉煌。英国、法国等传统列强在战争的摧残下元气大伤，经济凋敝，社会动荡。而与此同时，新的国际格局正在迅速形成，美国和苏联分别成为两大超级大国，全球进入冷战时期。欧洲各国不仅需要重建国内经济，还不得不在美苏的博弈中寻找自己的位置。战后，欧洲面临的挑战是多方面的，如何在国际竞争中不被边缘化，如何让各国经济尽快恢复，更重要的是如何防止欧洲再次陷入战争的泥潭。在这样的背景下，欧洲国家开始尝试一种前所未有的合作模式，希望通过经济上的深度融合来避免战争，并增强整体实力。推动欧洲一体化的第一个关键举措是1951年成立的欧洲煤钢共同体。这一想法由法国外交官让·莫内和时任法国外长罗伯特·舒曼提出，核心思路是将法国和德国的煤炭、钢铁生产置于共同管理之下，以经济合作取代国家间的对抗。煤炭和钢铁是战争的核心资源，将其置于超国家机构的管理之下，意味着各国再想单方面发动战争几乎不再可能。这个构想在当时颇具革命性，因为它不只是简单的经济合作。法国、西德、意大利、比利时、荷兰和卢森堡6国率先加入，欧洲煤钢共同体成为欧洲一体化的第一块基石。这一尝试取得了成功，也让各国看到了更广阔的合作空间。1957年，6国进一步签署罗马条约，成立欧洲经济共同体，也就是后来的欧盟前身。EEC 的目标比煤钢共同体更加宏大，它不仅要促进成员国之间的经济合作，还要建立一个统一市场，让商品、资本和劳动力能够自由流动。这个设想的逻辑很简单，当各国经济高度融合，彼此之间的依赖性增强，就不再可能轻易发生战争，同时欧洲整体的竞争力也能大幅提升。欧盟成立之初，政治家们普遍对它寄予厚望，希望它能够带来3个重大改变。首先，最重要的目标是永久和平。欧洲的历史几乎是一部战争史，二战的惨痛教训更是让欧洲国家认识到，单靠外交协定或军事联盟无法真正阻止战争的发生，只有在经济和政治上深度绑定，才可能让欧洲走向真正的和平。因此，一体化进程的第一步，便是让曾经的敌人变成密不可分的经济伙伴。其次是经济繁荣。二战后，欧洲面临着严重的经济衰退，而在传统的国际体系下，各国经济发展往往是相互竞争，甚至排斥的。但欧洲一体化的逻辑则完全不同，他希望通过区域内的自由贸易和经济政策协调，实现共同繁荣。一个统一的欧洲市场不仅能够提高欧洲的整体经济竞争力，也能让各国在合作中实现互利共赢。最后是提升全球影响力。二战后，欧洲的国际地位迅速下滑，曾经的殖民帝国土崩瓦解，世界舞台的中心逐渐转移到美苏争霸。而欧洲国家虽然各个历史悠久，但单独面对超级大国时，影响力大不如前。欧洲政治家们希望通过一体化，让欧洲重新成为全球事务的主导者，而不是美苏争霸的附庸。许多人甚至设想，未来的欧洲将像美国一样，发展成一个统一的欧洲合众国。最初的愿景无疑是宏伟的，但现实却远比理想复杂得多。虽然欧盟的确在经济发展和区域合作方面取得了一定成就，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各国之间的分歧也逐渐暴露。经济政策、财政管理、移民问题、外交立场等方面的矛盾越来越多，成员国的诉求各不相同，导致欧盟内部摩擦不断。70多年过去，欧洲虽然没有再爆发大规模战争，但距离当初的欧洲合众国梦想依然遥不可及。事实上，迈入一体化后，欧盟内部的分裂与矛盾愈发明显，在多个关键问题上，各成员国始终无法形成真正一致的立场。
在经济层面，欧盟虽然建立了统一市场，但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财政政策、产业结构等差距依然巨大。德国是欧洲的经济发动机，出口导向型经济让其在欧盟内占据主导地位，而法国则在农业和服务业领域有着更强的影响力。然而，南欧国家如希腊、意大利、西班牙等则长期面临债务问题，经济增长乏力，财政状况脆弱。欧元区的统一货币政策更是加剧了这一矛盾。希腊债务危机、意大利财政赤字争议等事件屡次让欧盟陷入内部分裂。每当欧债危机爆发，德国和荷兰等财政稳健的国家总是要求严格的财政纪律，而南欧国家则希望通过更多的财政刺激来促进经济复苏，双方矛盾不断升级。政治上的分裂同样明显，尽管欧盟设立了欧洲议会、欧盟委员会、欧洲理事会等机构，但真正的决策权仍然掌握在各成员国手中，欧盟整体的政治运作效率低下。欧盟委员会往往希望加强集体权力，推动更深层次的一体化，但许多成员国对此并不买账。此外，法德等大国在关键问题上也难以达成共识。法国强调欧洲自主战略，德国则偏向经济务实，英国更是在2016年选择脱欧，直接向欧盟一体化的愿景投下了反对票。外交政策方面，欧盟在国际事务中始终未能形成统一的立场。理论上，欧盟应该以一个整体形象出现在全球舞台上，但在许多重大外交议题上，各国往往各自为政。移民问题也是欧盟内部矛盾的一个重要爆发点。2015年爆发的欧洲难民危机让欧盟的裂痕暴露无遗。德国前总理默克尔提出难民接纳政策，导致数百万难民涌入欧洲，引发了多国不满。东欧国家如匈牙利、波兰等拒绝接受布鲁塞尔的难民配额方案，与西欧国家的政策产生严重对立。这场危机不仅引发了成员国之间的争执，也助长了欧洲范围内的右翼民粹主义，导致多个国家的政坛发生剧烈变动。军事安全上，欧盟至今仍未能建立真正独立的防务体系。尽管法国和德国多次提议建立欧洲军以减少对北约的依赖，但大多数成员国仍然无法摆脱由美国主导的北约。尤其是东欧国家，如波兰和波罗的海三国，他们认为面对俄罗斯的威胁，依赖北约远比依赖欧盟更为现实。这种立场的分歧使得欧洲在安全问题上始终无法形成真正的共同行动。种种迹象表明，欧盟虽然在制度上是一个统一体，但在现实运作中仍然是一盘散沙。欧盟为何至今仍然难以形成真正的团结？为什么60多年的努力未能改变一盘散沙的现状？归根结底，这一困局并非偶然，而是源于欧盟内部深层次的结构性矛盾。具体来看，主要有3个关键原因：历史包袱、利益分歧和制度缺陷。这些因素交织在一起，使欧盟的整合过程始终步履维艰，甚至在某些领域出现倒退。首先，历史包袱让欧盟难以真正整合。欧洲历史上长期处于战争与对抗之中，国与国之间的矛盾根深蒂固。经过2战后，欧洲国家选择合作，但历史遗留的敌对情绪并未完全消除。法德虽然在经济上实现了深度绑定，但两国在政治与军事上的互信依然有限。法国一直主张欧洲自主战略，而德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仍更倾向于依赖美国的安全保护。此外，英法之间的竞争心理也从未完全消失。英国在加入欧盟后一直保持半吊子状态，最终在2016年选择脱欧。东欧国家对西欧大国的主导地位始终抱有警惕心理，认为布鲁塞尔的决策更多是为西欧强国服务，而东欧只是被动接受者。这种历史上的分裂与不信任感，使得欧盟的整合始终缺乏真正的政治基础。各国虽然在制度上加入了同一个联盟，但在内心深处仍然未将自己视为欧洲共同体的一部分。其次，利益分歧是欧盟内部矛盾不断的直接原因。欧盟的成员国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巨大，德国、法国、荷兰等西欧国家经济实力较强，而意大利、西班牙、希腊等南欧国家则长期面临经济问题，东欧国家的发展水平更是远远落后。这种经济上的不平衡导致各国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上存在巨大分歧。以欧元区为例，德国等国希望保持严格的财政纪律，防止通货膨胀，而南欧国家则更倾向于扩大财政支出，以刺激经济增长。这种根本性的利益矛盾导致每当欧债危机爆发时，欧盟内部总是争论不休，无法迅速采取有效措施。此外，在移民问题上，德国、法国等西欧国家由于劳动力需求，愿意接纳更多移民，而波兰、匈牙利等国家则坚决反对。这种分歧在2015年难民危机后更加突出。
类似的利益冲突在能源政策、农业补贴、工业政策等领域也屡见不鲜。每个成员国都有自己的考量，很难形成统一的经济战略。这种利益上的冲突使得欧盟在面对重大问题时往往陷入内部分裂，难以形成有效决策。最后，制度缺陷让欧盟难以高效运作。欧盟虽然建立了一整套超国家治理机构，如欧洲议会、欧盟委员会、欧洲理事会等，但这些机构的权力分配极其复杂，导致决策效率极低。许多重大决策需要成员国一致同意，而现实是各国的利益各不相同，导致政策往往难以达成共识。面对全球格局的变化，欧盟是继续深度整合，还是走向更严重的分裂？这个问题的答案或许还需要时间来揭晓。